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你明明很努力，就像一辆油门踩到底的跑车，却感觉人生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你的事业像堵塞的水管，爱情像断了讯号的卫星，财务像按了暂停键的时钟，甚至连心情都是灰蒙蒙的。你问自己，我到底还能多拼命？但其实努力不代表人生一定会顺，真正能让人生打开的秘密，不是更努力，而是学会流动。我们过去总以为解决卡关的办法就是硬推硬闯，但你见过一条河流会和挡路的巨石硬碰硬吗？不会，它会绕过去，渗透过去，累积力量后再冲刷过去。一条河流与一座湖泊彼此交谈，湖泊对河流说，你为何不停歇，整日奔波？多累呀！河流回答，只有不断前进，我才能汇入大海，见识更广阔的世界。湖泊不以为然，选择静止不动，享受眼前的安逸。然而岁月流逝，湖水因缺乏流动而变得浑浊，甚至长满了青苔，最终变成一滩死水。相反，河流经历了千山万水，终于融入大海，成为伟大的存在。人生若停滞不前，终将被困于一隅，唯有不断成长，才能看见更宽广的天地。静止是人生最大的内耗。当你停止流动，你的财富、机会、情绪都会像一池死水一样发臭。而当你开始流动，你就像一个重新接上电源的开关，所有的困境都会自动松手。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，让人生通电的4个能量，也就是人生必须启动的4种流动。第一个能量，环境要流动，不要困在死角，让新场景启动你的潜意识。你知道吗？你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自由。我们的生活有超过 80% 是被身边的环境、场所操控的。阿明是一位在餐厅打工的小伙子，每天的生活就是起床上班下班打电动睡觉。餐厅里的同事不是抱怨薪水低，就是嫌老板压榨，久而久之，阿明也跟着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，算了啦，我这辈子就是这样。有一天，他朋友约他去一间共享办公室喝咖啡，第一次踏进去，他被震撼了。里面坐满了正在努力创业的人，有人边工作边做笔记，有人一边讨论专案一边笑，那种氛围完全不同。那天回家后，阿明忽然想，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学点新东西？结果他开始利用下班时间上网自学，慢慢学网络行销，后来甚至开了自己的小副业。这就是环境的力量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能力，而是环境把我们困住了。环境会暗示你，如果你身边是充满抱怨和低能量的人，你的大脑会被暗示，这就是常态。如果你周围是积极和奋进的人，你的大脑会被暗示，努力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累得没有动力时，不妨换个地方，换一个新的空间，等于给你大脑一个重启的信号。你不需要换工作，不需要辞职，只需要换一个办公的咖啡馆，换一群朋友，和积极的人多聊聊，换一个运动的公园。如果你感到卡关，不要怀疑自己，先怀疑你的环境。环境一变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也跟着更新了。第二个能量，身体要流动才有新的答案。用行动取代思考，困难会自动解体。想不通几乎是所有卡关者的口头禅。我们习惯在遇到问题时坐着不动，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推演灾难情节，结果就是越想越焦虑，越做越僵硬。小美是一个设计师，最近压力大到睡不着。她坐在电脑前一整天，却什么灵感也想不出来，越想越焦虑，最后整个人僵在那里。后来她朋友拉她去跑步，一开始她很抗拒，觉得我哪有心情运动，但跑了20分钟后，她居然觉得脑子清爽很多。回到家坐下来，灵感突然源源不绝地冒出来。这就是所谓的身体带动思维。当她开始流汗，心跳加速时，身体代谢掉了因为过度思虑而产生的高浓度焦虑荷尔蒙。当身体摆脱了逃跑或战斗的警报模式后，
他的思维才真正有空间去运作。这就是所谓的身体带动思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好点子常常不是在你拼命用脑时出现，而是在洗澡、散步、运动的时候突然冒出来。因为当身体动起来，大脑的死结也会松开，动起来，思维才能换大。散步、洗碗、做家事，这些重复性的低强度活动，能让你的大脑从逻辑推理模式切换到潜意识联想模式，这才是创意和灵感爆发的温床。所以下次你焦虑、沮丧或卡住时，不要一直坐着想，试着去跑步、快走、做深蹲，甚至只是去公园走一走，你会发现很多困住你的情绪，其实早就能随着汗水排出去。第三个能量，情绪要流动才不会变成垃圾。很多人对情绪只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死压住，假装没事，另一种是爆发，把情绪丢给身边的人。这两种方式都会让情绪的毒素停留在你体内，压抑的在你身体里腐烂生病，爆发的毁坏了你所有珍贵的关系。健康的秘诀是把情绪当成一条流经你身体的河流，它会流经你，但不属于你。马克被一个合作伙伴背叛，损失惨重，他整个人被愤怒和屈辱充满。他试着忘记，努力劝自己大度量，但每到深夜，那股愤怒的火焰就会把他吞噬。他发现自己开始失眠，对家人也越来越暴躁。朋友没劝他放下，而是给了他一个任务，每天写下所有对那个人的诅咒和愤怒，用最难听的词汇。马克照做了，每天晚上，他一个人锁在书房里，把所有想骂的话、想做的报复行为，洋洋洒洒的写满了3页纸。写完后，他把纸撕得粉碎，扔进垃圾桶。他并没有打电话去骂对方，但这个行为让他把停留在脑海里的情绪毒素彻底外放化了。当情绪被倒出来时，他就失去了控制马克的力量。情绪需要出口，哭泣、写日记、找一个绝对信任的倾诉，在无人的地方大喊，或是尽情的弹奏一首愤怒的乐器，这些行为都是在给情绪一个出口，让它过境。小智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平常什么话都忍，老板骂他，他笑笑说没事，女朋友抱怨，他也只是沉默。结果呢？有一天他突然大爆炸，为了一点小事跟朋友大吵一架，连自己都吓到了。其实他不是那天突然生气，而是所有压抑的情绪早就累积太久。情绪从来不是对或错，不要批判你的情绪，允许自己可以悲伤，可以愤怒，可以脆弱。你越是想控制它，它就越会反扑。承认它就是让它流动的第一步。清理比拥有更重要。你的身体和心灵就像一个容器，如果不定期清理负面情绪，好的能量就没有空间进入。学会流动，你才是情绪的主人，而不是奴隶。第4个能量，思维要流动，人生才会开阔。停止做昨天的复制品，好运才会转向你。很多人的人生越走越窄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航道已经固定死了。他们只相信自己已经知道的，只和自己认同的人来往，只用过去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应对未来。这样的思维就像堵住的水管，越来越窄，最后什么都过不去。思维流动的意思是，敢于尝试不同的角度，敢于更新自己的认知，敢于承认我不知道。你就像一个只走直路的船长，一旦遇到冰山，就只能等着撞毁。而流动的思维是一个随时能调整航道、拥抱变数的船长。有个朋友小芳，他是一位老师，以前他教数学只用课本上的方法，后来他尝试去看别的国家的教材，甚至去听学生的解题思路，结果他的课变得更有趣，学生也更爱学。这就是思维流动，它不代表你要否定自己，而是要给自己更多选择的空间。僵硬的思维只会让你复制昨天的自己，流动的思维才能创造新的自己。用未知来对抗惯性，
承认自己有知识的盲区，允许自己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去学习新事物。当你敢于更新你的认知，你的大脑才能创造出新的路径，而不是重复昨天的死胡同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卡住了，不要急着用力推，这样只会产生更大的摩擦和内耗。环境要流动，才能换出新的自己；身体要流动，才会有新的答案；情绪要流动，才不会成为负担；思维要流动，人生才会开阔。人生的高手，从来不是在直线上冲刺最快的人，而是在遇到困境时，最懂得绕道和变通的人。当你懂得变通，卡住你的地方，往往就是新的起点。流动起来，你就能水到渠成，